班公湖上的大桥建成，印度认识到了中国基建力量的强大，今后再想采取偷袭行动，可就没那么容易了。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据印度国防新闻报道，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已经完成了一座班公湖战略大桥的建设，正在修建连接公路网的路段。该桥位于印度所称的库尔纳克地区，横跨了拉达克和西藏的班公湖中最狭窄的部分。建成后将连接解放军在当地的主要军事驻地。早在今年1月，印度国防和安全机构就发现，中国正在班公湖北部建造一座带有预制结构的桥梁。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中国人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桥梁的主体工程建设。从卫星照片来看，该桥的主体结构已于4月的第1周完工。如果全部建成，它将切断从库尔纳克到南岸的180公里环湖公路。印度专家表示，建设这座桥梁的目的是为了将来能够对付印度陆军在2020年8月行动中所采取的突击行动。当时印军突然占领了班公湖南岸的战略高地，那么未来如果一旦再发生突发事件，解放军将有条件迅速采取补救措施，确保边防部队能够更快地通过该地区，并有能力进一步扩大军事存在。自中印边界发生加勒万河谷的肢体冲突以来，双方进行了15轮军长级的会谈。虽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双方正在一步一步地重新积累信任，也为下一步公平合理的解决问题打下基础。可以这么讲，随着中印边境谈判的不断进行，两军再次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有所降低，但是对峙的长期化已经形成，想一步到位解决矛盾也不可能。双方进入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标志的竞争阶段，而班公湖大桥的快速建设已完工，给印度方面一记重击，这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双方在班公湖南岸的战略态势。过去，印度军队在边境对峙问题上占不到便宜，就会在中国军队控制力较弱的班公湖南岸抢占高地。解放军在这一区域主要靠一些监控设备维护主权，发现有印军活动后，再出动兵力进行交涉和驱逐。双方因此而经常发生肢体冲突。如果没有这座桥，从北岸调兵到南岸就要绕行一大圈，这在暂时是非常不利的。可以这么讲，班公湖大桥的建成几乎断绝了印军再次偷袭中国原来控制了班公湖南岸领土的可能。如果印军再次挑衅，只会导致解放军加强该区域的存在，这对印度方面来讲是相当不划算的。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原本我们是不愿意在中印边境地区投入大量的资源与印度对峙，但是既然印军不断地挑起边境冲突，那么中国只好奉陪到底了。我们要注意的是，从大的战略层面来看，印度有与中国军队发生矛盾的需要，这样它就能向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证明印度作为制衡中国攫取力量的重要地位。印度是一个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独特国际地位的国家。莫迪政府吃准了西方需要对付中国这一点，正在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玩弄于股掌之上。随着俄乌战事的持续，印度正面临着西方越来越大的远离俄罗斯的压力。为了证明他自己的地位，印度方面有可能再次策划一场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西方想要印度远离俄罗斯，印度呢便利用中印边境冲突来证明印度的重要性。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在下一次可能发生的冲突之前，正在进行的中印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大赛，中国有必要让印度人认识到差距。而班公湖大桥的建成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